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小胖墩系列玩偶修购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玩偶由主体和配饰两个部分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然后制作并安装各个配件。主体包含身体、腿部和手臂，分别钩好后再进行组装。先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加入填充棉。先来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，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，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锁针和引拔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款产品有云朵儿版和手编2号版，其中云朵儿版在使用云朵儿线材钩织时，为1根线进行钩织；手编2号版在使用手编2号钩织时，为2根线，并成这样1根线进行钩织。取线时，可以在线团外面和线团中心分别取1根线。这里我以云朵儿版为例进行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来学习钩边的基本姿势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做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单环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1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稍微拉大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钩出，继续捏住线圈，保持大小不变，这样单环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1圈，表格中 R1 是 8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，没有数字默认钩1个短针，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8个短针。钩之前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将线钩出。短针的起立针不算1针，因此在表格中没有标明。实际绕圈钩织时，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起立针，并且短针的起立针不算1针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下面钩短针，钩针穿入大洞，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对应右上方有这样一个 V 字形的辫子，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。
在这个针目上扣记号扣做标记。接着钩第二针，穿入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又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这一圈一共需要钩8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4、8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。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，也就是记号扣的位置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。引拔针同样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绕圈钩织时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二圈，这一圈是8V，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。同样，如果前面没有数字，就默认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里也就是钩8个短针加针。钩之前，同样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2个短针，穿入上一圈第一个针目，也就是刚刚引拔的同一入针位置。钩织时，把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1，在这一针上扣记号扣标记。往后的每一圈，第一针都要扣记号扣做标记，大家不要忘记。2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。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。如果看不清针目，大概对应位置入针。注意收线头。1、2，又一个短针加针完成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剩下的针目中依次钩短针加针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在第一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
穿入第一针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，拉紧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起针的线头已经长了一圈，如果还有剩余，可以剪断，也可以不用处理，作为填充物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。我们在正面扣记号扣做标记。后面钩织时均是正面朝外。下面钩第三圈，表格中 R3 是括号 xv 乘以8，这里的小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，这里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8次。先钩第一次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上一圈的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一道记号扣到这一针上，接着在相连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括号里的针法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二次。接着再重复6次这样的针法，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4圈，这一圈同样是小括号里的针法，重复8次。先钩第一次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在相连针目钩一个短针。第一次完成，大家继续将剩余的7次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我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。可以看到，织物表面有一圈一圈这样的纹理，一个纹理表示一圈。数一下纹理，1、2、3、4，表示现在钩了4圈，这个就是数圈数的方法。
后面的第5圈到第14圈用到的针法在前面都有详细演示过，加减针情况说明所表示的意思都与之前类似，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对应钩织即可。其中不加不减的位置表示挑上一圈的针目，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，不需要加针。往下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法，将第5圈到第14圈钩完。钩织时不要忘记钩开始的起立针和结尾连接的引拔针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第14圈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钩第15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不加不减钩5个短针。接着看小括号里的针法 K， 表示空针，也就是跳过一针不钩。在左侧第2针依次钩6个短针。这样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1次，往下再钩6次。完成后还剩下2个针目，跳过一针，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与第1个短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15圈就完成了。后面剩余的圈数，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法将它们钩完即可。钩织过程中，注意塞入适量填充棉，不要塞得太多。最后一圈完成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将线头拉出，拉紧，然后穿入缝针，接着像这样依次挑针目的一根线，依次拉紧，然后将线头打结，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后，剪掉多余的线头，这样身体就钩好了。
下面来制作腿部，这里我用小样讲解一下，腿部有2条，多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逆时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将前2圈钩好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依次钩3个短针。剩余的针目不用钩织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条腿部就钩好了，注意将正面翻过来。往下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条腿部。下面来安装腿部，这里我用小样讲解。腿部安装在身体第7到8圈处，之间间隔6到7针。身体引拔位置在后方，腿部缝在前面，将腿部第3排的这3个短针朝两侧偏下方一点，缝合前可以先用记号扣固定一下，这里我已经固定好了。我先演示左腿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腿部边缘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完成后打结长线，这样左腿就缝好了。右腿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它缝好。到这里，腿部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制作手臂，同样我用小样讲解。手臂也是有2条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完后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其钩完即可。完成后在手臂上缝2条线段，请看我演示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手臂钩完后的样子。注意钩完后同样将正面翻朝外。下面剪取一段约20厘米对应线裁。
穿入缝针。这里我用其他颜色演示。对折，末尾打结，将手臂捏扁，起针位置朝上，然后缝出2条线段，将手臂大致分为3份。先在手臂里面藏好线头，完成后打结长线。接着将手臂缝到身体上，手臂缝在腿部上方间隔4圈的位置。缝合时手臂稍微倾斜一点。同样可以先用记号扣将手臂固定一下，将手臂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这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即可。完成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个手臂就制作好了。另一个手臂按照相同的方法，在另一条腿的上方对称缝合即可。这样手臂的制作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主体的制作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配饰，来看成品。配饰包含五官、帽子、骨头、脚和尾巴。先来制作五官，五官由腮红、眼睛、嘴巴和耳朵组成。首先来制作腮红，腮红有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好后将其粘在身体上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对应线，先环形起针，接着钩第1圈，完成后收一下线圈。
预留一点线头剪断，将线拉出，下面进行收针。收针前，先将起针的线头放到正面来，反面是有这样一条条横线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从第一针针目穿入，再从线头所在的针目穿入，稍微拉紧，这样收针看不出引拔痕迹。接着将两个线头预留一点剪断，这样一个腮红就勾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一个。下面来安装腮红，取出一个腮红，在手臂上方间隔一圈，偏离一点的位置粘贴。先将热熔胶棒用打火机或者蜡烛融化后，涂在腮红的正面，也就是腮红反面朝上。如果有胶枪，也可以将胶棒放入胶枪中预热后使用。将预留的线头一起粘贴在里面。这样一个腮红就粘好了。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另一个腮红也粘贴好，这样腮红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接着制作眼睛，来看成品。眼睛也是有相同的两个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最后在上面绣制眼白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锁针起针，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逆时针绕线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作一针，稍微拉紧，调整线圈大小，接着钩4个锁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一排，倒2，表示从倒数第2个锁针位置开始钩织。钩针挑起，倒数第2个锁针的外侧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调左侧锁针的外侧半针，再钩一针短针，
现在还剩下一个锁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眼睛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绣织眼白。首先剪取一节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的一股，穿入细针，对折，结尾打结。现在眼睛反面固定线头，接着将针穿到正面，在这一面绣制结力绣作为眼白，用左手拇指压住缝针，将线在缝针上绕3圈，大拇指压住线圈，拉出缝针，拉紧线头，接着从相邻位置穿入，线头在反面打结藏好。这样一个眼白就绣好了，一只眼睛也就制作好了。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另一只眼睛也制作完成。完成后将眼睛粘贴到主体上，在腮红旁边偏上方一点位置粘贴。如果预留的线头过长，可以预留一点剪断。粘贴时，同样将预留的线头粘贴在里面。这样一个眼睛就粘贴好了，另一个按照同样的方法粘贴好，
这样眼睛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接着制作嘴巴，先参考表格钩织，第一圈钩完后不用引拔，直接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即可。这样嘴巴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将嘴巴缝到身体上，这里我用成品说明一下，将嘴巴缝在2个眼睛中间的位置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固定好后，在嘴巴下方缝出一条小线段，完成后将线头在身体里面藏好。起针的线头同样也藏好。这样嘴巴的制作就完成了。最后来制作耳朵，耳朵有2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 A 短针减针，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对照表格，钩织到第7圈，这里我已经钩织好了，下面来钩第8圈，先钩3个短针。然后钩织小括号里的针法，先钩4个短针，接下来是一针短针减针，这里需要钩织短针的隐形减针。来认识一下针目，一个针目是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一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一根是后半针。钩针穿入相邻针目的前半针，也就是这样的一根线，再穿入左侧针目的前半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还剩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这种直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，用这种方法减针，针与针之间的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完成后钩4个短针。
然后再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依次调左侧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然后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又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接着对照表格将这一圈剩余部分钩完。完成后，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8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的圈数大家对照表格钩完，钩织过程中加入填充棉，不要塞得太多。钩好后预留20厘米的线头，然后按照身体的收针方法收针即可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耳朵钩织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将耳朵缝到身体上，来看成品。耳朵固定在身体倒数第4到6圈，距离腮红大约3厘米，把耳朵与身体贴合处缝合起来。耳朵缝到第5圈即可。先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耳朵有引拔针的这一面与身体贴合，将贴合处缝合起来。将耳朵结尾处与身体倒数第4圈对齐，缝合固定。完成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只耳朵就缝合好了。另一只耳朵在对称的位置缝合即可。这样耳朵的制作就讲完了。到这里五官的制作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帽子，来看成品。帽子由主体和叶子组成，先钩织主体，主体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钩织。注意，引拔前要将起针的线头放到正面后再钩织。钩好后预留30厘米的线头断线即可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其钩好。下面来钩叶子，叶子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锁针起4针，完成后开始钩第1排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，
钩针挑起倒数第2个锁针外侧的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挑左侧锁针的外侧半针，再钩一针短针。完成后，现在还剩一个锁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15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叶子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进行缝合，先将叶子和主体缝合起来，将帽子的反面翻朝外，也就是有一条条横线的这一面在外面。将叶子缝在帽子反面中心偏右一点的位置，完成后打结长线。起针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叶子与主体就缝合好了。完成后，将帽子缝在身体上方，前面大致与身体倒数第2圈对齐，后面大致与最后一圈对齐。缝合前可以先用胶扣固定起来，将帽子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沿着帽子边缘一圈进行缝合。注意将叶子正面朝前，
一圈缝完后，在叶子旁边一点的位置，将帽子主体与身体固定一下。稍微拉紧，完成后将线在身体里面藏好。这样帽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骨头，来看成品。骨头由相同的两个部分缝合而成，这两个部分的制作方法相同，都是由一区和二区组成。一区需要钩织两个相同的织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逆时针钩织，然后连接起来钩织二区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对照表格钩织两个相同的一区，一个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，一个不断线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二区，先连接两个一区织片，接着没有断线的这个一区织片钩织。第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4个短针减针，完成后取出另一个一区织片，从最后一圈第一个针目开始，钩4个短针减针，这个线头可以不用处理，后面塞进去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往里塞入一点填充棉，可以用剪刀辅助。往下剩余几圈，大家对照表格钩织即可。钩完后预留5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再塞入一点填充棉。
这样一个骨头的制作就讲完了。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再制作一个骨头，钩完后预留15厘米线头断线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2个骨头钩织完成后的样子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调2个骨头的针目缝合起来。可以先将这个线头藏到里面。完成后，将线头在骨头里面藏好。多余的线头可以剪断。最后可以将骨头的这2个缝隙用胶棒粘一下，最后将骨头粘在玩偶本身的右手处，同时与身体也粘贴一下，这样骨头的制作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制作脚，来看成品。脚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由掌心、脚趾和后跟组成。先钩织掌心，采用锁针起针、沿着起针逆时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、F 长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起针钩4针锁针，然后挑倒数第2个锁针，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是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起针目，然后在第1个锁针处钩7个长针。先来钩第1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。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一次钩出，一个长针完成。我再演示一次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2次。1、2，这样又一个长针就钩好了，将剩下的5个钩完。
完成后旋转织片，继续调左侧锁针位置，剩余的2根线钩一针中长针，注意不要挑到这7个长针的入针位置。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又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。再挑最后这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完成后挑这一圈第1个短针针目，引拔连接。拉紧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正常断线。起针的线头已经收了一点，可以剪断，也可以后面一起藏进去。这样一个掌心就钩好了，往下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好另一个掌心。下面来制作脚趾和后跟，来看成品。脚趾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钩织方法和眼睛类似，只是针数不同。后跟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钩织方法和鼻子类似，同样针数不同。大家参考前面学习的方法，对照表格钩织对应数量的脚趾和后跟。钩完后均是预留一点线头，正常断线即可。全部钩好后来安装，来看成品。先将掌心粘贴在腿部起针处，掌心正面朝上，引拔位置朝下。粘贴时将线头也可以一起粘贴在里面。粘贴好后，在上面分别粘贴脚趾和后跟，脚趾分布在上方，后跟粘贴在下方。往下大家参考成品，将其粘好。这样脚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尾巴，尾巴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钩完后预留2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钩织过程中塞入适量填充棉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其钩完。钩完后与身体进行缝合，下面我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。先将尾巴最后一圈捏扁，然后将针目对应缝合起来。接着将尾巴缝在身体第7圈处。然后将尾巴向上翘起，再与身体第11圈固定一下。
完成后打结端线。这样尾巴的制作就讲完了，配饰部分就全部讲完了。最后将系腰扣取下。到这里，这款玩偶的制作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